好，我们从整体上来提一提路加他的天国价值观。这里面只是简单举几个例子哈。如果你看过提姆凯勒写的这个《神的国》和《世界国》，它的上下颠倒、前后颠倒和里外颠倒，你大概就能明白整个的价值观是跟这个世界完全相反的。这里我只是给大家举3个例子关于富有和贫穷荣耀和卑微，以及这个喜乐和悲哀，或者叫救赎和审判。就是你看到路加其实是在重新定义这些就说这些价值观。那这也是我们在读路加福音的时候特别要关注的，就是说不仅关注整个耶稣他所成就的这些事情，同时也看到所附带的价值观的一个改变。那比如说富有跟贫穷，我们其实是有提到刚才路加福音讲的这个财主和这个拉撒路的这个比喻，对吧？你看到神对富有和贫穷的一个看法，是吧？那是不是说有钱的有财的人就是神的祝福呢？在这里你看到并不一定的。同时你看这个有钱人的官也是一样，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哈。那耶稣后面却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所以你看到跟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不一样的，世界的价值观认为这个财富是好的，对吧？犹太人认为那是神的祝福可是他们却没有看到这个却成为拦阻他们来到神国度当中的一个偶像。然后你看到另外一个19章里面的撒该，是吧？他是一个税吏长，他有钱，可是呢他却因着救恩的缘故呢，要这个把他的这个财富一半分给穷人，然后他还说讹诈了谁就还他4倍。那基本上他基本上所有的财富呢可以说都全部都给完了。所以你看到在这个当中，就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他是怎么看待财富，怎么看待富有是完全跟这个世界的看法是不一样的。那么如果你看耶稣在19章讲了另外一个比喻，对吧？1锭银子的赚了10锭，对吧？然后他让他管10座城。5锭的呢也一定也赚了5锭，也可以管5座城。另外一个他埋下来没有管没有去卖没有去赚所以呢这个就跟那个1000、2000、5000的是一样的就是说神怎么看待这个富有和贫穷。他首先看待的这个财富他并没有说你不要去你看他去赚了10锭嘛，对吧？神并没有说我们好像觉得去赚钱我在里面讲的是字面意义上的赚钱好像就是不好的。你看这个比喻当中他把这个赚钱是当成什么？是一个中心因为他是为神做的事情，对不对？所以这个富有和贫穷怎么来看呢？就是说你不管你的财富有多少，不管你赚钱的渠道是怎么样，你都有一个最终的这个评判的标准，就是你是为了神在做这些事情，你是财富的管家，神托付给你多少他就找你要多少他给的多他就找你要的多，他给的少他找你要的少。那最终呢我们是在神面前来去交账，是吧？所以并不是说钱都是坏的，而是说你怎么样来用这个钱，来怎么样来看待你的这个富足因为耶稣也说了人的生命他不在乎家道丰富，对吧？他是在乎你在神里面的丰富。所以关键神到最后不是看你赚多少钱，而是看你在这个钱财上你有没有尽到忠心，这个才是关键所以他不是以这个数量来评判你的，而是看你的忠心。所以这也是颠覆了我们对金钱的看法不是说钱不好也不是说我们就使劲赚钱，而是我们看待这个财富的时候知道我们只是管家，那个只是钱财只是一个工具，是吧？我们不要成为他的奴隶了，是吧？我们要知道所有的钱财，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神的，神要给谁他就给谁，他给你多他找你要的也多。有些人他有能力多赚钱，那他就多赚钱，
他多奉献，多为神的国来服侍，对吧？有些人他赚不了那么多钱，那神给他多少恩赐，他能够赚多少，他能够奉献多少。你看那个19章里面后面讲到那个寡妇的奉献，我们也讲到了，对吧？他不是按照这个数量来判断的，是按照你的心，是吧？你为神奉献，哪怕只有2个小钱，但是你是一切的为神摆上的，那神都纪念，对吧？所以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神也颠覆了人所认为的卑微和荣耀讲白了就是个荣辱观所以在圣经的世界观当中他们中东的这个犹太的社会里面，他们也是讲荣辱观的，他们也有八荣八耻，是吧？只不过跟我们不一样哈，所以他们呢也会认为什么是荣耀的，什么是耻辱的，而耶稣呢却颠覆了这个人认为的荣耀跟羞耻。所以在路加福音14章里的时候耶稣也用个比喻说，对吧？你去赴宴，你不要坐在首位，恐怕有比你更尊贵的来就把你请下来。所以他说，凡自高的必将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所以在神的国度当中，什么是荣耀的？谦卑的才是荣耀的什么是卑微的呢？那自高自大的才是卑微的。那你看耶稣举了好多的例子，比如说18章里面提到了那个坚持祷告的这个寡妇，对吧？悔改的税吏，还有呢，他也提到孩子进入天国不要拦阻孩子在天上就像孩子这样的人包括那个耶利哥的那个盲人你都看到了，这些人他们可能在人的角度看起来是卑微的是边缘人士，可是他们却看到了神的荣耀，他们却在他们的身上展现出了神的荣耀所以神的荣耀很多时候的展现不是在人认为的那个高位上人认为的荣耀当中展现出来了，反倒是在一个卑微当中，在一个这种谦卑当中展现出来。所以我想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奥秘，就是说就好像使徒们一样的，那什么时候神的荣耀在他们身上展现呢？是他们在监狱当中的时候，在锁链捆绑的时候那约伯是在这个身处绝境的时候，他才看到神的荣耀。所以我想这个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也是一条必经之路人都是说人往高处走怎么样，人都是往上爬可是在神的国度当中，这就叫做向上的路就是向下的路，是吧？你要学会走一条十字架的道路，要来谦卑跟随神这个才是我们得到荣耀的方式。所以我们才说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那样的一个在人看来最卑微的，却成为我们最大的荣耀。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关于喜乐和悲哀这个其实我们为什么对于欢喜和悲哀反转呢？是因为神的救恩是因为神的救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反转你看到在路加福音15章里面，他讲了，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迷失的羊，丢失的钱，浪子回头，你都看到他特别提到说，当我们悔改的时候这个天使他都在天上为我们欢喜，是吧？这第15章一个比喻的3个部分我们讲到了最后的每一个比喻的结尾都是说欢喜。为什么欢喜？是因为神的救恩来到，是吧？那可是那些这个喜爱宴乐的喜爱这个世俗的欢喜的，他们却怎么样？他们却要悲哀。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这个承受神的审判。所以就像这个法利赛人一样，对吧？他们喜欢会堂的守卫，喜欢别人给他尊荣这就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说，你们互相受荣耀，就是不求从独一神来的荣耀。所以他们想要的荣耀是什么？是别人的夸奖，是人来的荣耀，人来的尊贵。而路加福音16章里面耶稣讲了一句非常可怕的话，他说，人看为尊贵的，在神看来是可憎恶的。
所以我们可以问问自己啊，在这个世界当中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哪些是人看为尊贵的？如果你随随便便上网刷刷抖音，你都能看到人所尊贵的是什么这些我都不用说，是吧？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是什么？人看为宝贵的，人看为荣耀的是什么？可是在神眼中来看，这些都是可憎恶的。所以你看到我们应该以什么为喜乐我们应该以什么为尊荣我们应该以什么为富足？这都是在神的国度当中给我们生命带来了一个本质性的改变。所以我想还有很多，这我只是举了3个例子，在这些价值观当中，你看到它都是让我们反转我们的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反转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世界观，真的就是你基本上可以理解神的国跟这个世界的国基本上在各个层面都是颠倒的，都是相反的完全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说基督徒要做光做盐的一个最基本的责任吧，就是说那你在黑暗当中只有光才是独特，是吧？所以我们不被这个世界所接受光来到世界，黑暗不接受，这个也是正常的，也更加展现出我们是在神的国度当中。所以感谢神，我也是期待大家在看路加福音的时候，更多去找其他的这些价值观就是哪些价值观是跟这个世界相反的我们也可以把它总结出来也对我们自己也是个鞭策。没有问题，我们就看结束了。我们今天希望把路加福音讲完我们来讲最后这个最后的晚餐，耶稣的死和复活。路加福音22章，最后的晚餐有个很重要的地方是什么呢？如果没有这个最后的晚餐，会有什么样的后果这个是我们要问的问题。最后的晚餐呢，看起来它应该是逾越节的一个晚餐。你从各个方面都能够知道从它的时间地点在哪里吃这个耶稣已经都吃过几顿了这一次是在耶路撒冷。逾越节的晚餐就是要在耶路撒冷，因为可以说在当时犹太人的法律当中，这个就是他们最重要的一餐，有点像咱们年夜饭一样，是吧？那么这一餐要纪念的，当然逾越节就是纪念当年神让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是吧？那在这个当中，为什么是晚餐呢？为什么不是午餐和早餐呢？这个也比较关键。因为这个逾越节它有一整套的体系，它不是直接就吃饭，它之前还有唱诗。你看马可福音里面就记录了他们先唱诗这个是他们礼仪当中有的就是在这个逾越节的晚餐前面还有唱诗。然后呢，为什么是晚餐呢？因为在第1世纪的犹太教，他们认为逾越节的晚餐是一个献祭，所以在这个逾越节的晚餐上有很多献祭的词汇。比如说保罗记录这个的时候就讲到这是你用血所立的新约，对吧？讲到立的约因为讲这个约就是立约，就是把动物杀了嘛，对吧？才立约嘛。讲到血，就讲到献祭，特别讲耶稣说这是我的为你们流出的宝血这个也解释哥林多前书11章，是吧？圣餐的描述那他为什么说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饭主的身主的血，人要自己省察，然后吃喝。如果不分辨就怎么样？吃喝自己的罪了。而且他这边讲，你们当中还有很多人因为这个不按理吃喝，因为然后怎么样生病了，死的也不少，是吧？所以为什么不按理领圣餐会有人死呢？因为这是一个献祭，所以如果你不洁净自己的话，你就招来审判。所以这个是对犹太人的一个理解，就是说犹太人对逾越节的一个理解，那是一个献祭。所以这个问题就是，你说那这个献祭逾越节的晚餐代表了献祭，那这个就很清楚了，当然就是耶稣的死了嘛，耶稣马上要上十字架，
就像希伯来书说的，他作为祭物，一次献上，永远献上，对吧？那明显就是这个逾越节的晚餐是代表耶稣基督的献祭。可是这里关键就在于说，为什么这个逾越节的晚餐里面有具体的动作就是你看，耶稣首先把饼掰开，是吧？然后把杯拿过来注谢了，然后分给大家喝。所以在这个礼仪当中呢，是很独特的，因为它有一个动作。这也是我们基督教在这个聚会礼仪当中唯一一个有动作的一个礼仪。就是说，你去任何一个教会聚会你不管是哪个宗派的，只要是这个就是说圣餐，它一定有这个动作，就是把饼掰开注谢了分给众人，把这个杯注谢了，然后呢分给众人，它有这样的一个动作。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讲到圣经的时候，我们其实在旧约的律法有很多东西我们都不做了，我们都是说是属灵的，对吧？我们不做什么具体的一个动作，但是只有这里在这个圣餐当中，我们到今天都保留这个动作保留这个掰饼和分杯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所以这个动作当然那就是从耶稣来了，因为耶稣是第一个这样做的嘛，所以我们都是效法耶稣他的这个动作。那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动作呢？这个就要跟旧约联系到一起了。你看耶稣其他的教导，他的比喻这些都不需要带动作，是吧？只有这个需要动作。因为你如果看比如耶利米书19章1到15节里面讲到这个破碎的瓶讲到那你看在这个旧约里面包括耶利米，包括其实还有很多这些先知，你都发现了神让先知去就是说去告诉以色列人神的旨意的时候，他不仅仅是讲，他带着动作的。到那里，对吧？他是什么？你要把这个玉瓶在人眼前打碎，对吧？你说神审判就审判就好了，你干嘛你要把这瓶打碎呢？是吧？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包括他们把衣服撕裂怎么样，就是他这个里面有个动作就是说不仅仅是说我只是传达一下神的旨意，而是用一个动作来表明神的旨意从这个我的动作结束之后就要开始了。有点类似于他做这个动作好像是预示的说神的审判比如说这个破碎的瓶这一块，就是先知来宣告神的审判的时候，就是他透过这个动作开始的，就是从这个开始神的审判来到了，是这个意思。所以旧约的先知他们做动作基本上都有这样的一个目的，就是说我做了这个动作就代表着说神现在这个审判也好，或者是拯救也好，还是怎么样，那从现在就开始了。所以在这里耶稣用这个动作呢就有点像这个旧约先知他这种象征性的一种行动。在耶利米书19章里面就表明神的审判要临到神的子民，他把那个玉瓶一打破，就是意思就是说神的审判现在要开始了，好像按了一个按钮现在开始那么这个耶稣的最后的晚餐也是一样的他的死也是一个先知的这种象征性的一个行动，就是表明什么？表明神的这个拯救要开始了。虽然耶稣现在马上要钉十字架但是呢这是耶稣自己献上的，自己开启的是自己把自己献上的，甘愿献上为祭的。他是献祭者也是祭物，是吧？而不是魔鬼把他搞死的不是犹大出卖他，把他出卖了，他被钉死的，不是他自杀，而是神耶稣基督自己的作为，他自己开启了这样的一个拯救的一个行动所以我们看到最后晚餐，我们今天仍然用这个动作，好像也是代表着先知性的一个象征性的行动，就是表明呢
神的拯救已经开始了。我们每一次都在重生，都在让我们去纪念神的拯救这样的一个开启。好，所以这是在最后晚餐里面他的这个为什么要做动作那它的这个重要性在哪里？跟旧约的一个关系。那还有就是路加跟保罗所记录的圣餐里面有一点点的出入这个后面我会给大家发一个表我发到我们的 Telegram 群里面你们可以去对比一下，找一找这个叫什么像这个找不同是吧？你看看哪里不同，你看看尤其是那个杯有的地方好像多了一个杯，有个地方少了一个杯它为什么会有多有少这些记录的这个次序还有杯的这个数量好像有点不一样那它是为什么？后面我会把那个对应表发给大家我们明天可以回来我们继续来去聊这个最后晚餐的事情。那关于耶稣的死呢，也是一样的，我们会明天我们会特别讲路加把耶稣的死描述为是一个殉道者的死。那我在 Telegram 群里面给大家发了一个马加比这个2书第7章，你们可以去看我只讲你们先看，然后明天来我们再讲。就是你看犹太教他们对殉道的认识，然后我们再看路加在这里描述耶稣是一个怎样的一种殉道者，你看看这个殉道和殉道之间的一个差别是什么明天我们请大家来去观察。那这里面呢，我们讲耶稣的死你要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讲了7句话是吧？但是这7句话呢，它是我们整合了马太马可就是说就是所有的话就是说整合在一起有7句，但如果你只看路加其实只有3句话而这3句话呢，它所表现的耶稣的一个死是怎样一个状态，我们一起来看这3句话我都给你打出来了，在这你看首先第一个，路加跟马可不一样，马可第10章特别讲这个45节，他说人子来不是要服侍人，而是要做多人的赎价。所以路加在这里他其实没有提赎价不是说路加没有赎罪的概念，而是说这个赎价这件事情就是说耶稣作为一个把我们从罪恶当中赎出来，这个当然是对的。可是路加所描述的耶稣的事，他没有提到这个层面，因为他所提到的殉道者是我们可以效法的。所以如果不能效法你就对吧？那我们只有耶稣能做赎价，我们又做不了是吧？我们就没有办法效法基督的死。所以这是路加他的一个特点。所以如果你去看马加比2书你今天可以去看你看到犹太人对殉道的这个理解它里面所展现的相同的地方，我可以在这里给大家提一提那你们可以最主要是去看不同的地方跟路加所描述不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就是这个不管是路加还是马加比2书提到殉道者的死，它都不是讲一个人的死，它代表的是一个正邪的战争。殉道者的死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它关系的是整个宇宙。所以当耶稣被抓的时候，他说什么？黑暗掌权了，是不是嘛？他不是说他自己被抓了，而是黑暗和光明的一个争斗，现在黑暗掌权了，关系到整个世界整个宇宙的征战这是一个。第二个，马加比2书跟路加福音里面强调殉道者的美德，就是每个殉道者他都是很有美德的死去的。所以你看路加福音里面所讲的这几句话就是说他们都是很平稳安静的，就他都是好像很安然的面对自己的死，是吧所以你看就是他提到这个殉道者的一个美德，是不是
啊。所以你看，在这里他提到这3句话，是不是都是在耶稣可以说在定死的时候，他讲的都是那最后的话，都还是饶恕的话、安慰的话，甚至把救恩给这个强盗。他强调的就是殉道者的美德，对不对？所以这是第二个，就是他强调的是他死的时候是很平静安稳的面对死亡。最后他就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托你的手中。”好像是一个就是对死亡是一种藐视哈，是一种不觉得这个死亡有多么大的问题，好像就英勇就义的那种感觉，是吧？这是还有呢，就是你看到这个耶稣的这个殉道哈，他不仅是强调了正邪的一个征战，强调了殉道者的这个美德，同时他还强调殉道者的一个伟大。就是说你如果看23章前面，你会发现耶稣他把那个大祭司的那个仆人的耳朵还治好，是不是？然后呢在最后还拯救这个强盗进入到乐园当中。所以你看，在路加的眼中就是说，因为犹太人他们看马加比亚书他们很熟悉，所以他们看到这里的时候，他们就会联想到马加比亚书里面那个妇人和7个儿子的殉道的故事，他们就会联系说你看耶稣好像也像一个殉道者一样。可是耶稣在路加的眼中不仅仅是一个殉道者，这个就是明天我要问大家的问题。你再看一看有哪些不同的地方。你看看马加比2书第7，你可能要看看上下文，看看第6章、第5章，然后再看第7章你看一看不同点在哪里。但是在这里我们讲相同点为什么他要把它描述为一个殉道者？因为路加还要写使徒行传呢，对吧？他还要写这个使徒们后面该怎么样面对这个耶稣不在的时候他们该怎么办，是吧？他们要效法耶稣所以如果把耶稣描述为殉道者，那么使徒们他们可以效法，可以模仿，门徒们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殉道。所以你看到使徒行传初代的门徒都殉道，司提反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如果你看司提反的殉道讲的话跟耶稣在这里讲的话真的是如出一辙。司提反被打死的时候他说什么？父赦免他们，因他们所做的不知道，是吧？最后他说我看到天开了耶稣站在父的右边最后他把他的灵魂交了他的，你看基本上他就是在模仿耶稣。那如果就像我说，如果把耶稣的死当成一个赎价的话，那这个没有人可以模仿所以路加把耶稣描述为一个殉道者，就是也给门徒们有一个模仿的对象。教会是可以模仿耶稣的死。所以这个是这个路加对耶稣死的一个描述所以我想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马加比亚书。明天我们来探讨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马加比亚书里面讲到的殉道者跟路加笔下的这个殉道又有什么不同这个当你去比较的时候，你会发现很有意思。耶稣升天的一个记录你会看到这个不同的福音书作者他的强调重点不一样。那最大的问题就是路加同一个作者，他在记录耶稣的复活跟升天的时候，路加福音24章跟使徒行传第1章记录都不大一样。所以这个你就要想了，那这同一个作者他在描述同一件事情的时候记录都有差异，那怎么解读呢？这个有点像路加记录保罗讲保罗门召和保罗自己在他的书信里面讲门召有点不一样那你该怎么样去平衡所以这个很有意思。你看我们来看哪些差别比如说路加福音里面最后一段24章50节，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对面，然后就被带到天上去了
那如果你看使徒行传第1章你会发现就是在路加福音的24章49节到50节之间好像没有时间的一个差别，对吧？就是他复活了以后直接就耶稣带他们到伯大尼，然后就走了。可是你看使徒行传，你发现耶稣复活以后40天才离开，所以在49节跟50节之间有40天，这是路加福音里面没有提的，可是使徒行传里面提到了，所以这是一个差别，一个有提40天，一个没有。第二个差别，50节说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对面，而使徒行传第1章说耶稣带他们去哪？橄榄山。所以这个地方也有点差别，强调的地方不一样你说这怎么不一样呢？伯大尼对面就是橄榄山当然这个是没问题，伯大尼对面是橄榄山，但是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路加为什么要在这里区分为什么强调不同？为什么一个强调橄榄山，一个强调伯大尼，对吧？好，还有呢，就是路加福音里面说他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有提到耶稣对他们的祝福，使徒行传里面没有提到但是这里面只是祝福，没有给他们一个大使命，是吧？那使徒行传里面有大使命，是吧？让他们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对吧？好，那么还有呢，就是在这里他们就拜他这也是路加福音强调了，使徒行传没有。好，然后呢他们就回耶路撒冷去那这个使徒行传有记录他们也回去，可是细节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路加福音是在什么地方结束呢？是在圣殿当中结束而使徒行传呢说他们不是去圣殿，他们是去马可楼里面去祷告，后来圣灵降临，所以这里面的记录有些差别。那这里的差别其实就是展现出作者在记录同一个事情的时候，他要表达的重点不一样。这个我们之前已经提过了什么是历史，对不对？他为什么强调这些？因为对于路加来说，这个是路加福音的结尾是吧？而对于使徒行传来说，耶稣的升天那是使徒行传的第1章开头，所以他的强调重点不一样，那当然是正常的，对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来看他为什么这样结束，而那个使徒行传为什么这样开始，对不对？好，因为对于路加福音来说，这个升天作为结束是一本书的一个总结耶稣的死复活升天是非常自然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非常流畅的一个故事，对吧？那所以对于路加福音来说，他就不需要再提他还有40天，对吧？因为对于路加福音来说，死而复活那就是高潮，是吧？那没有这个40天，但是对于使徒行传来说不一样耶稣要赐下大使命门徒要开始耶稣没有完成的使命，所以那就这个或者说门徒要继续耶稣的使命，对不对？那这个40天的门训就很重要。那你说有没有可能耶稣死复活就升天了，在这里就直接升天，后来他已经见了父神，后来又多次显现40天以后正式的升天当然这没有圣经根据，但是也有可能有这个可能性好像保罗暗示耶稣死后升天是立刻的当然使徒行传这里讲40天是有特别的原因因为40天耶稣谈论神国的事你记得耶稣死之前门徒根本都不明白耶稣在讲什么整个路加你会看到路加福音在描述门徒的时候都是描述他们傻乎乎的，啥也不知道直到使徒行传的时候，圣灵降临了以后，这40天耶稣与他们谈论神的国，他们才明白，他们才可以成为教会的根基，他们才能够去继续教会的这个使命，对吧？所以要强调耶稣40天的门训，亲自的教导他们关于神国的事情
好，所以当然这个升天是不是一次性还是多次的，这个我们不知道啊。那这个也不是重点。那另外一个问题就讲到这个伯大尼和橄榄山，为什么路加强调伯大尼，而使徒行传强调橄榄山啊？因为如果你看路加福音19章，这个他都提到，就是耶稣在耶路撒冷的最后一个星期啊，受难周，他每个晚上都提到说是在伯大尼度过的。所以路加在这里很可能是给这个故事下一个句号，就是说从伯大尼开始到伯大尼结束，这个有点像路加最后以圣殿为结尾。因为你看路加福音第1章，神的救恩的临到开始是在圣殿当中，是撒迦利亚在圣殿里面去供职，是吧？天使向他显现，所以路加福音第1章开始是圣殿，结束也是圣殿。好，所以这个是路加特别强调这个圣殿的一个原因。而这个伯大尼也是一样，在最后受难周，他一开始都是强调伯大尼，最后是在伯大尼结束。那橄榄山为什么强调呢？因为橄榄山啊，在旧约里面那根据犹太人的传统，橄榄山那个是末世先知显现的地方，就是弥赛亚显现的地方所以使徒行传它不是结束，它是一个开始，所以它强调的是新的时代的一个末世的开始。所以橄榄山有这样的一个意义，就是表明末世先知的显现那么路加福音最后有祝福的话，当然很正常，因为结尾一般都有祝福的话嘛，是吧？而使徒行传开始不是讲祝福，而是讲大使命就是使徒行传1章8节成为整个使徒行传的大纲。那可以说教会时代从此开启所以那个是使徒行传更加强调的，是强调使命。刚才讲的圣殿也是一样，除了第1章以圣殿开始，最后1章以圣殿结束之外，同时你看到在旧约常常提到末世弥赛亚的显现是在圣殿当中所以你看在4福音里面只有路加提到耶稣童年，对吧？2次在圣殿出现，整个故事从圣殿开始到圣殿结束但是使徒行传的重点不一样了，虽然都是在耶路撒冷，但是他是讲到什么？是在这个马可楼，而这个楼呢很重要这个就是你知道最后的晚餐的时候，在客西马尼园这些门徒们不能好好的忠心祷告，因为那个是那个同样的这个马可楼，对吧？门徒跟耶稣在那最后的晚餐然后呢晚餐之后他们去客西马尼园，那他们睡着了不祷告，但耶稣复活以后，你看他们又回到这个地方但是他们这次就好好的祷告了，这是一个新的开始，展现了他们以前做不到的事情，现在呢圣灵会帮助他们能够来做到我们也讲到马可，这就是马可的家，是吧？我们讲到客西马尼园是他家的后院提到了马可他的一个重要性。所以那个福音呢就从耶路撒冷，从这个马可楼开始圣灵在这里降临，然后呢他们就把福音传遍地极。所以这个升天的重要性呢，就是说你看到对于路加来说，升天呢比较特别，因为从使徒行传第2章耶稣就已经坐在神的右边，所以在保罗书信当中，升天是代表耶稣的一个胜利，对吧？在希伯来书当中，升天代表耶稣为圣徒代求，而使徒行传他不是强调中保或代求，他强调的是耶稣呢现在在天上做王，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成为神的百姓外邦人还没有得救所以呢尤其是耶稣他在世的时候，他更多是他的事工都是在以色列的村庄，是吧？他喂饱的都是犹太人，是吧？喂饱5000人都是犹太人，他的这个整个事工都是围绕犹太。而路加到使徒行传里面就特别强调外邦因为耶稣升天作为万有的主宰
啊，那么福音就不仅只是给犹太人，还要给就万有嘛，包括外邦人啊。所以你看到使徒行传的时候就开始强调外邦人的使命。所以耶稣的升天对于路加来说，尤其是使徒行传为什么以升天为开始，就是让我们知道耶稣他已经得胜，他已经成为万有的主。那么福音传给外邦，这个是不得不做的事情，必须要做的事情。所以这也回到有很多人的一个问题啊。之前我一个教会有一个慕道友也这样问，他说：“你们基督徒为什么这么有侵略性？就是说，你为什么要给别人传？人家信穆斯林、信佛教的是吧？你为什么非要让他信基督呢？对不对？他不信神，你为什么让他信呢？你为什么人家信的好好的，人家信人家的好好的，你为什么非要让他信呢？你为什么要传福音到不同的地方？所以这也是。”有时候你看到中国的这个政治的叙事，对吧？那都是什么外邦列强的一个这个什么，就是把这基督教当成一个手段来去统战我们的或者怎么样不管怎么样嘛，总是觉得说，为什么你们要把你们自己信不好了吗？为什么要传给别人？基督教为什么有这种侵略性在当中？好像要让所有的人都要来信神才对。是吧？让所有的人都要来信主、信耶稣，每个基督徒都要去传福音。为什么？就是因为耶稣的升天，因为耶稣成为万有的主，万有都要服在他的权柄之下，每一个人都应该来降服他才对嘛，对吧？这个才是我们所以你说基督教有这样的一个特征就是说你看其他的宗教好像没有佛教徒没有说天天让你归信他是吧，或怎么样那为什么到了其实犹太教也没有如果你看宣教这件事情你发现犹太教其实一直以来很少给就是说让不信的人就是说来信犹太教很少的，所以你看犹太教里面很少有外邦人信犹太教穆斯林也是一样的，很少他给你传教，那他都是一个种族性的宗教是吧？你生下来你是这个民族的，你生在这个穆斯林家里面，你就是穆斯林，所以他很少会说去主动给你传教。可是基督教不一样，他主动的到处给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去传福音，是吧？为什么要这样？就是因为耶稣他已经升天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所以我们也应该让万民做主的门徒。也正是因为这个大使命，让基督教在人眼中来看，好像是有比较大的侵略性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理解所以对，反正这个就是我们提到的关于最后的升天对于使徒行传和路加福音的这个重点它的强调不一样。